中美博弈暂告一段落，这世界上不会再有什么 G2。今天的 APEC 会议上，谁离开让出了中央舞台，谁留下发表演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目了然。没有任何名利场比政治更直白清楚。没有任何秩序规则能改变政治由权力意志构建的本质。中美博弈真正的观察不在于 Great Two 共治世界，也不在关税、船只停泊费、芬太尼，亦或是美国50%穿透规则，这里面到底谁赢了，而在于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美苏争霸时东西两个阵营各有一个大哥的时代了。世界因为全球化的工业分工和贸易，早已经被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交融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际上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大脑。就像今天 APEC 会议上只能有一个声音对世界发出倡议。世界各国政治上亲美、经济上靠中的东食西苏的状态将成为历史。我们作为全球16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正在构筑起我国在全球的权力意志体系。今天我们是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首脑，这不是美国的高风亮节，没必要在东亚一争长短决定的，也不是韩国作为主办国的安排决定的，而是全球政治体从实力和地位的考量出发进行站队决定的结果。正如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美国就代替了英国曾经的压轴地位一样，政治站队是最直接甚至赤裸的利益选择。而川普昨天打道回府，跟当年丘吉尔下台离开波茨坦会议的本质并无不同。亚太经合组织正在开始去美国化，旧霸主的态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已。更宏大一点说，持续了近400年的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正在以莎士比亚的喜剧模式完成它的落幕演出。一位好大喜功的金发君王，配上一个矮小谄媚的挂件式的弄臣，最终愚蠢又滑稽的被真正的主角驱赶下舞台。自我们1840年狼狈的开启近代史至今，以我国为核心的大陆的农耕的郡县制的东方文明，终于再次以独立的引领的独占鳌头的姿态，再次回归到时代舞台的最中央。不得不说，对于中美的博弈而言，朝鲜半岛真的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仁川登陆之后，美军直接压到鸭绿江边，我们重新给它推回到3八线后，迫使他们暂停。这一暂停就是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而此时此刻又不类彼时彼刻。彼时我们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确实不能支撑我们再度越过3八线，2度进入汉城也不得不退出来。而如今我们评价中美这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战役的战线成就来说，真正的着眼点应该在双方谁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谁全损了前期的战备投入。先从本次会晤后披露的马来西亚的会晤成果来看啊，第一，关税整体核算下来平均在 28% 左右，并不比东南亚、墨西哥、印度有什么劣势。产业链转移的外部压力基本可以缓解，因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这 25% 的关税啊，有的豁免，有的被行政令减免，还有的通过各种游说集团的掺和，关税的铁幕早就是四面漏风了。而根据一份针对中小出口商的调查，当前平均他们支付的关税额度为 38% 左右，而在涉及苹果等大公司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层面还有更大的豁免。也就是说，这次再减去 10%， 中小出口商的平均税负就一下子降到了 28%， 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层面的关税就更低了。现在最傻眼的应该是欧盟。大哥，你喊了半天一起上，我们砖头都举起来了，现在以什么姿势挠挠头才显得之前的嚣张更礼貌一点呢？同时这个结果给了我们更大的灵活性，让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计划，在全球优化布局我们的产业分工，更好的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离岸平衡。这一点我会在下周3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展开，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左下角的直播。第二，海运和造船业的压力将大大降低。大投资啊，最忌讳的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对美国的坚决反制，迫使川普在造船问题上一次次的 tackle。真正的这个价值在于啊，美国先逼迫全球船东们选边站队，结果自己又菜又怂，让迫于政治选择非中国船舶的船东拍肿大腿，让坚定选择中国的船东畅通无阻。如今站队压力大大降低之后，全球船运的利益天平只会更向我们倾斜。第三，关于芯片的 50% 穿透规则的延期，既可以缓和我们外部的营商环境，减少外部和我们做生意的政治风险，同时这里也只是延期而非取消，也为国内的生产商提供了巨大的利益可期待空间。下集请移步主页。所有人都明白